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江湖的地方必然就有纷争。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，不懂人情世故，就难免要多走很多弯路。今天给大家分享12条成人世界最扎心的潜规则，针针见血，字字珠玑。不管是工作、感情还是生活，看懂你就一定有所收获。关于人际，一，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糖，吃了就没了；你的坏对别人来说就像一个疤痕，留下就永久在。这就是人性。年轻的时候，谁不是捧着一颗真心，希望换来真的感情？直到遍体鳞伤之后，才明白，成年人的关系，不是所有的掏心掏肺都能换来感激不尽。无条件的付出，受伤的只会是自己。俗话说，茶不过浓，饭不过饱，请永远不要对一个人太好。二，这个世界真正希望你过得好的没有几个，大多数人只会偷偷看你的笑话。当你和周围人一样平庸的时候，大家还能成为朋友；而当你一朝得意，身边的朋友注定越来越少，因为你的成功会无形之中引发大部分人的痛苦。你拥有的越多，就会让他们越反感，嫌你穷，怕你富，恨你有，笑你无，大多数关系都是如此。三，长大后才发现，有时你说了真话，你还得和人家道歉，因为你戳穿了事实。所以想要活得顺畅，请时刻带上脑子。读书的时候，老师常教导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。进入社会才知道，不是所有的真相都能全盘托出，不是所有的真话都能一吐为快。有时候你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语，会不小心戳痛了别人的自尊；有时候你不假思索的一番言论，会使和谐的气氛变得尴尬。实话实说，虽然坦荡，却可能带给别人伤害。保持沉默，看起来懦弱，却能维持彼此的体面。成年人的世界，有些话宁可烂到肚子里，也不要摆到台面上。这不是虚伪，而是一种情商。四，永远不要试图改变任何人，就算这个人是你的父母、伴侣。到最后，你会发现，就算用尽自己的一生，你也改变不了任何人。很多时候，人之所以痛苦，就是因为对身边人设置了太高的期许。做儿子的希望父母有钱开明，做丈夫的希望妻子知情识趣。于是我们费尽心力想要把对方改造成理想的样子，但到头来只会引发鸡飞狗跳的闹剧。你要明白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都有自己难以改变的习惯和秉性。与其在别人的生活里指手画脚，不如先想办法改变自己。关于工作，一，不要工作一有不顺心就想着辞职，世界没了你照样转，但你没了工作，连生活都成问题。每个人都会有对工作气急败坏的时候，也许是难缠的客户，也许是严苛的领导，也许是难处的同事。总有那么一两个人让我们厌倦不已，总有那么一两个瞬间让我们烦躁不堪。正如有句话说，生活里80%的痛苦都来自上班，但如果不上班，就会有100%的痛苦来自没钱。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，其实不是工作需要我们，而是我们需要工作。比起整日怨天尤人，动不动拿辞职说事，能踏踏实实把工作做好，才是成年人该有的成熟。在职场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不如意，难缠的客户让我们身心俱疲，严苛的领导让我们压力山大，难相处的同事让我们心生厌倦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我们很容易产生逃避的念头，觉得辞职就能解决一切。但我们要明白，工作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每个职位、每一家公司都会有自己的问题和挑战。如果我们一遇到困难就选择逃避，那我们将永远无法成长，无法进步。生活的重担还在，失去工作只会让我们陷入更大的困境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真正的职场智慧不是一味的抱怨和逃避，而是学会调整心态，学会应对挑战。当我们遇到难搞的客户，我们要学会耐心沟通，用专业的服务赢得他们的信任，
当我们面对严苛的领导，我们要学会提升自己，用出色的工作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当我们碰到难相处的同事，我们要学会包容理解，用真诚的态度化解矛盾。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战胜的。与其抱怨环境的不完美，不如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。唯有不断学习，不断进步，我们才能在职场中立于不败之地。所以，当你再次想要辞职的时候，不妨先问问自己，是工作的问题，还是自己的问题？是环境不适合自己，还是自己不适应环境？唯有正视问题，我们才能找到解决之道。2. 职场只有功劳，没有苦劳。职场不相信眼泪，只相信价值。就算你拼死拼活为公司做事，每天加班到12点，甚至熬红了眼睛，可如果没有亮出成绩，一切都是白谈。因为别人只关心你有没有本事，拿出了什么结果。创造不出价值，老板不辞退你，就算你走运。在职场中，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：做得多不如做得好，做得好不如做得妙。这句话道出了职场的残酷真相。公司需要的不是你的辛苦付出，而是你创造的价值。许多人误以为只要努力工作，加班加点就能得到认可，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。你可能为项目付出了大量心血，熬了无数个通宵，但如果项目最终没有达到预期目标，这一切就都白费了。公司关心的是你的工作成果，而非你的努力程度。这就是职场的现实。在这里，结果比过程更重要，价值比努力更关键。与其抱怨公司的不公，不如思考如何提升自己的价值。唯有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，提供更优质的工作成果，我们才能在职场中赢得一席之地。职场是一个利益交换的场所，公司给你提供平台和薪酬，你给公司创造利润和价值，这是一个公平的交易。如果你希望得到更多的回报，就必须付出更多的价值。所以，与其抱怨付出得不到认可，不如静下心来审视自己的工作。我们是否真的创造了足够的价值？我们是否还有提升的空间？唯有不断反思，不断进步，我们才能在职场这个大舞台上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。3. 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，就别放纵善变的情绪。职场最忌讳的一种人，本事不大，脾气不小，领导几句批评就立马破防，同事好心提醒就瞬间情绪失控，但是到头来一地鸡毛没法收拾，只能厚着脸皮让周围人看笑话。何炅说过，每个人都有负面情绪，能够不将负面情绪带给他人，才是真正的修养。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，是你最大的加分项。在职场中，我们常常强调要学会控制情绪。一个情绪起伏不定的人，往往难以在职场立足。当领导批评我们的工作时，如果我们情绪失控，不仅无法改进工作，反而会让领导对我们的专业度产生怀疑。当同事提出不同意见时，如果我们心生不悦，非但无法达成共识，反而会破坏团队氛围。情绪管理是每个职场人必须掌握的基本功，它不仅关乎我们的工作表现，更关乎我们的职业形象。一个能够控制情绪的人，往往能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，从容应对各种挑战。这样的人往往更容易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。当然，我们都是普通人，都会有情绪波动的时候。关键是，我们要学会疏导和管理自己的情绪。当我们感到愤怒或委屈时，不妨先冷静下来，深呼吸，理性分析问题的原因。与其一味地发泄情绪，不如思考如何解决问题。同时，我们也要学会表达自己的情绪。压抑情绪并非好事，它会让我们感到郁结和痛苦。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方式和场合。与其在工作场合发脾气，不如下班后找朋友倾诉，或者通过运动释放压力。情绪是我们的仆人，而非主人。学会控制情绪，学会疏导情绪，我们才能在职场中游刃有余，从容应对各种挑战。4. 每个公司都有各种让你不满意的点，不要盲目觉得别人公司好，自己公司垃圾。人总是喜欢站在自己的风景里仰望别人。你拿着高薪，却又羡慕别人的轻松；你工作自由，却又羡慕别人的待遇。
我们总是觉得自己的公司有诸多不好，觉得别人的工作顺风顺水。但就像民间那句老话，只看到别人吃肉香，看不见人家养猪难。别人的风光也可能只是表面的，别人的付出你未必能承受。所以与其羡慕别人的光鲜亮丽，不如沉下心做好手头的工作。当你把手头的事情做到极致，想要的待遇都不成问题。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跑，靠自己永远不倒。这句话道出了职场生存的真谛。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问题和挑战，也许别人的公司工资高，但工作强度也大；也许别人的公司发展快，但竞争压力也更大。没有完美的工作，只有适合自己的工作。与其羡慕别人的风光，不如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。公司只是我们实现价值的平台，无论在哪家公司，最终决定我们发展的还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和表现。与其抱怨公司的不好，不如想办法提升自己的价值。唯有不断学习，不断进步，我们才能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一辈子待在一家公司。职业发展本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尝试的过程，关键是我们要学会客观评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。我们要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适合什么。唯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平台，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。所以，与其羡慕别人的工作，不如想清楚自己的职业规划。我们要在做好当下工作的同时，不断学习，不断积累，为未来的发展做好准备。唯有不断提升自己，我们才能在职场这个大舞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，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。关于成长，一，学了20多年的对错，却发现现实只讲输赢。成年人的世界，很多事情根本没有对错，只有实力的强弱。以前我们也以为这世界讲究的是公平，但现实会在不经意间告诉你，弱肉强食才是这个社会的真相。所以想办法让自己变得强大，比什么都至关重要。在学校，老师常常教导我们要分清是非曲直，要坚持正义和原则。我们努力学习，努力遵守规则，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的回报。然而，当我们步入社会，才发现这个世界并不像教科书上写的那样简单。在现实世界，很多事情并没有绝对的对错。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常常取决于你的立场和角度。一个对你有利的决定，可能会损害他人的利益；一个看似正确的选择，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。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，坚持所谓的对错，往往会让我们陷入两难的境地。更重要的是，现实世界讲究的是实力和结果。无论你的出发点有多么高尚，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支撑，你的理想就只能是空谈。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，没有人会在乎你是否正确，他们只关心你是否成功。这就是成年人的生存法则。在这个世界，我们不能只靠对错来判断事物，更要学会权衡利弊，学会在复杂的环境中寻找最优解。我们不能只靠理想来支撑自己，更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，增强自己的竞争力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抛弃原则，放弃正义。相反，正是因为这个世界如此残酷，我们才更需要坚持自己的信念，守护内心的良知。但同时，我们也要学会变通，学会在现实的框架内寻找突破口。在这个世界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。与其执着于对错，不如专注于提升自己。唯有不断学习，不断进步，我们才能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实现自己的价值。二，如果你是三无家庭出身，无资源，无眼界，无背景，那么周围的亲戚朋友的建议最好是不要听。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亲戚吗？他们时常爱指导别人怎么挑选伴侣，还经常自以为是地为你的生活提供建议。他们常挂在嘴边的就是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，借以说明自己阅历的丰富。可实际上，他们的认知早就落后时代几十年。遇到这样好为人师的亲戚，尽量少按他们的意见行事，因为按照他们的规划，大概率会走上和他们一样的人生。如果你出身于一个普通家庭，没有丰厚的资源，没有开阔的眼界，
也没有显赫的背景，那么你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就已经落后于那些家境优渥的同龄人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更需要独立思考、自主决策，而不是盲从他人的建议。特别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亲戚，他们往往喜欢对你的人生指手画脚。他们会告诉你应该找什么样的工作，应该嫁给什么样的人，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。但问题是，他们真的有资格给你建议吗？这些亲戚多数都是上一辈的人，他们的人生经历，他们的价值观念往往已经与时代脱节。他们对当今社会的运作方式，对年轻一代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缺乏真正的了解。如果你完全按照他们的想法去生活，很可能会重蹈他们的覆辙，错失属于自己的机会。更重要的是，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特的，什么样的选择适合自己，只有自己最清楚。别人的建议再好也只是建议，不能替代你自己的判断。与其盲目跟从，不如学会独立思考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完全忽视他人的意见。聆听不同的声音，吸收有益的建议，对我们的成长是有帮助的。关键是，我们要学会分辨，学会取舍。我们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，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问题，最终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。人生没有标准答案，与其按照别人的剧本去生活，不如勇敢地写出属于自己的故事。相信自己的判断，坚持自己的选择，这才是真正的成长。3. 向上的通道必然艰辛，但向下的大门永远打开。在这个时代，普通人想要逆天改命，着实不是一件易事。但你要明白，社会是一潭深不见底的水，每个人都要用尽全力，才能不被水面没过脖子。勤劳上进不一定能让你发家致富，但懒惰成性一定会让你一夜返贫。不努力，生活随时会给你一巴掌，让你绝望到痛哭流涕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向上爬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。我们没有显赫的背景，没有雄厚的资本，甚至连一技之长都没有。在这样的起点，我们要想改变命运，实现阶层跃升，就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。这就像是在逆流而上。我们要与家庭背景的差距抗争，要与社会阶层的壁垒抗争，要与自身能力的局限抗争。每一步都异常艰辛，每一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。许多人在这样的奋斗中选择了放弃，选择了安于现状。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向下的大门永远是打开的。一旦我们停止努力，一旦我们放任自流，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向下滑落。社会就像一潭深水，只有不断地游动，我们才能保持呼吸。一旦我们放松，我们就会立即被水面吞没。这就是现实的残酷。勤奋并不能保证我们一定能够成功，但懒惰却一定会让我们失败。生活不会因为我们的出身而对我们宽容，它只会在我们松懈的时候狠狠地给我们一记耳光。所以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醒，时刻保持奋进的状态。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，要不断地激励自己前行。哪怕前路再艰辛，哪怕结果不尽如人意，我们也要坚持不懈地努力，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。生活从不欠我们什么，一切都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，一切都需要我们自己去奋斗。只有不断向上，我们才能看到更广阔的天空；只有持续努力，我们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。4. 运动健身，按时吃饭，坚持阅读。当你在人生任何阶段感到迷茫时，做这些总没错。时代的红尘滚滚向前，普通人如蚂蚁般被裹挟其中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每个人都有彷徨无措的时候，都有迷茫不安的时候。当你看不清方向在哪里，不妨沉下心来，把眼前的生活过好。没事早点睡，有空多读书，闲时多运动。坚持1年，就算你还是没有目标，也能有一个强壮的身体，充实的脑袋。而这些足以让你超越80%的同龄人。生活在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，我们常常会感到迷茫和困惑。未来在哪里？我们该何去何从？当人生的迷雾笼罩着我们，当前行的方向变得模糊不清，我们该如何自处？这个时候，与其焦虑彷徨，
不如沉下心来做好眼前的事情。运动健身、按时吃饭、坚持阅读，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，却能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我们的生活。当我们专注于自我提升，当我们坚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我们就在不断的积累，不断的成长。哪怕前路依然迷茫，我们也在变得更加强大，更加充实。想想看，如果你能坚持1年，你会收获什么？一个更加强健的体魄，让你能够承受生活的压力；一个更加丰富的头脑，让你能够应对未知的挑战；一个更加自律的生活，让你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。而这些恰恰是绝大多数人所缺乏的。在迷茫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不是找到方向，而是找到自己。只有不断提升自己，我们才能在未来的某一天豁然开朗，看清前行的路。所以，当你感到迷茫时，不妨从做好自己开始，读那些能够开阔眼界的书，做那些能够强健体魄的运动，养成那些简单而良好的习惯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，慢慢探索属于自己的方向。未来的路，我们谁也无法预测，但只要我们不断成长，不断积累，我们就一定能走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。相信自己，成为更好的自己，生活终会给你最好的答案。认清生活真相，还依然热爱生活，就是真正的英雄主义。社会很残酷，改变很痛苦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努力生活呢？罗兰说，这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就是在看清生活真相之后，依然热爱生活。人生最大的意义是熬过眼前的苟且，扛住生活的暴击，在困难中不断超越自己。当你穿越风雨，定能迎来更新更好的明天。曹雪芹说，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以上12则，既是社会真谛，也是现实真理。愿你我们都能从中受益，在漫漫余生中不断精进自己，活出更圆满的人生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